周易乾卦那4个字元亨利贞的解读。一说周易，我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感觉头大，什么卦呀、爻啊、太极两仪呀，是有点玄乎，对，听着就觉得，哎，这跟咱们平时过日子有啥关系啊？好像离得挺远的。但是这份宣圣讲义啊，他的看法就很不一样。他说元亨利贞这4个字儿，它其实是古人观察天地运行总结出来的规律，而且啊，还是一套特别实用的做人做事的指南。做人指南，这又有意思。那行，咱们今天的任务啊，就是一块儿把这4个字儿的面纱给揭开，好，看看它到底怎么回事儿，怎么就能既是天地的说明书，对，运行规律，又藏着咱们普通人把日子过顺溜了的那个小窍门儿。没错，就这个意思。咱们争取啊，就用最明白的话，把它从头到尾捋清楚，为啥它是周易的总纲，然后呢，又跟咱们每天的生活到底怎么联系起来。行，这份材料的核心观点啊，就是说元亨利贞这4个字儿看着简单，但实际上呢，它抓住了周易最根本的智慧。咱们就顺着它的这个思路，一点点拆解。好嘞，那咱们就开箱验货。宣圣讲义一上来就说乾元亨利贞语，包括全易之词。这口气可不小啊，是，意思是这4个字儿就能概括整部周易的道理了。这为什么呢？得先说说周易是咋回事儿吧。好像是有象和辞这2种东西。对，您说的没错，可以这么想啊，这个周易它就像一本特别古老的宇宙图鉴。图鉴？对，里面的象就是那些个符号图案，比如乾卦的象就是天，坤卦的象就是地。像一个图画库。对，是万事万物的缩影。比如天这个象，它就代表了刚健、运动、生生不息。但是呢，光看这个图画，它本身是沉默的，你可能不完全明白它所有的含义和规律，所以就需要词了，文字说明。哎，对了，所以圣人就给每个卦配上了词，也就是文字解释。比如乾卦的词就是元亨利贞，这个词就是用来解释象里面蕴含的但没完全说明白的道理。我明白了，图画加说明书。这里有个很关键的原则，宣圣讲义特别强调，词必本于象，就是说这个说明书词啊，必须是根据产品本身来写的，不能脱离象去凭空编造。有道理。所以乾卦的卦辞是元亨利贞，那一定是因为天这个象本身就具备了，或者说体现了开始元、通达、亨、成就利、稳固贞这4种特性，或者说运行的规律。原来如此。那在64卦里面，乾卦和坤卦的地位是不是特别重要？我记得好像说他们是根本。非常正确，可以把64卦比作一棵大树，那乾坤2卦就是这棵树的根。树根？对，因为在周易的世界观里，天、乾和地、坤被看作是万物的父母，天负责生，地负责成。没有天地的生和成，就不会有后面那62卦所代表的各种事物状态和变化了。比如说，同卦代表出生的艰难，蒙卦代表启蒙学习等等。那既然元亨利贞是乾卦，也就是天的说明书，它又是怎么统领整个周易全局的呢？是这样，因为坤卦也就是地，它的核心特性是顺承乾卦，简单说就是地顺应着天，所以乾卦的元亨利贞这4个字儿所揭示的规律，实际上就概括了，可以说是天地生化万物的根本法则。其他62卦所讨论的各种吉凶祸福，很多时候本质上就在看，在具体的那个情境下，是不是遵守了元亨利贞所揭示的这个大方向、大规律。明白了，所以宣圣讲义才说苟明4字，即明全义言文。对，只要真正搞明白了这4个字，那整部周易的大道理基本上就通了一大半了。能举个例子吗？比如其他卦怎么体现这个规律？没问题。比如太卦代表通泰顺利，它的卦辞说小往大来，吉亨。你看，核心就是这个亨字，它讲的是阴阳2气的交流顺畅通达，这跟乾卦亨所代表的通达之德意思是一致的。太卦的亨。反过来，你看否卦代表阻塞不通，它的卦辞是大往小来，凶，这就正好违背了亨的规律，阴阳之气不流动了，那自然就是凶了。对，对比很明显。再比如谦卦，谦虚的谦，
卦辞说亨，君子有终。为什么谦虚能导致亨，能通达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它符合了乾卦，也就是天的那种刚健而不傲慢的特质。你想想，天覆盖万物，生长万物，但它从来不自夸，对吧？所以它能恒久通达。人如果能谦虚待人接物，自然也更容易获得理解和帮助，也就更容易亨通。这么一说，这4个字儿还真像一把总钥匙，能打开理解周易背后那套思维方式的大门。确实是这样，这把钥匙它不仅能开周易的门，更能帮我们理解自然和人生的底层逻辑。那接下来，这个元亨利贞的底气，或者说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呢？您刚才提到它和天道运行规律有关。对，这部分就更有意思了。宣圣讲义告诉我们，元亨利贞不仅仅是4个抽象的品德词，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能直接观察到的天道运行规律，就是万物生长收藏的那个大循环。对，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熟悉的4季更替。要理解这个，得稍微了解下周易的宇宙生成观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4象。太极两仪4象，这个听着又有点悬了。好，别急，这里的太极按照先生讲义的解释，它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个黑白鱼的太极图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它是指万物最根本的那个源头，那个本体，可以说是万物之所以是它自己的那个最核心的性质。打个比方，小麦的太极就是它能长成小麦，而不是长成稻子的那种根本特性。天的太极就是它刚健不息的本性。一个本源性的东西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本源太极开始运作分化，就产生了两仪，也就是阴和阳。阴阳这个我们比较熟悉。阳一般代表主动向上、温暖生发的力量，比如太阳白天。阴呢，则代表被动向下、寒冷收敛的力量，比如月亮黑夜。对，但关键在于阴阳不是对立的敌人，而是互补的伙伴。宣生讲义里有句话很重要：未有独阳孤阴而有生成者。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必须阴阳互动配合，万物才能生成发展。这是理解后面4象和元亨利贞的基础。好的，那两仪之后是4象，阴阳再细分。对，阴阳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分类。为了更精确地描述天地运行的节奏和状态，古人就把它进一步细分为4象：少阳、老阳、少阴、老阴。少阳、老阳、少阴、老阴，这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啊。它们对应着什么呢？其实一点都不抽象，它们对应的就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自然节律了。少阳就是阳气刚刚开始生发，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，它对应的是春天，天气渐暖，也对应东方，太阳升起的地方，代表生发。春天，东方。老阳就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候，它对应夏天，酷热，对应南方，日照最强的地方。夏天，南方。少阴是阴气开始出现，阳气开始收敛，对应秋天，天气转凉，对应西方，太阳落山的地方，代表收敛。秋天，西方。最后是老阴，阴气最盛的时候，对应冬天，严寒，对应北方，日照最弱的地方。春夏秋冬，东南西北，这么一对应就清楚多了，是吧？宣圣讲义称这个过程是象其气数而明之。这个气数就是指天道运行的那个自然的节奏和规律。这个节奏是循环往复的，从每天的日夜交替到每年的4季轮回，甚至放大到人的一生，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、老年，都暗含着这个模式。这里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。我好像有点明白了，您的意思是元亨利贞这4个字儿，其实就是用人的语言把4象代表的这个天地运行规律给总结出来了。完全正确，您抓到核心了。
宣圣讲义里面有非常明确的一句话：于乾卦之下而为之辞曰元亨利贞四字者，四象也。啊哈，乾卦的象是天，天的运行表现为春夏秋冬这四象，所以就用元亨利贞这4个字来描述天的这4种核心的品德和作用，也就是德用。元对应少阳，春天，是天开始创生万物的德能。元是开始，向春天播种。亨对应老阳，夏天，是天让万物通达成长的德能。坑是通达，向夏天生长。利对应少阴，秋天，是天让万物成熟结果，有所收获的德能。利是收获，向秋天收割。贞对应老阴，冬天，是天让万物稳固守藏、储存能量的德能。贞是稳固，向冬天储藏。对，这一下子就非常接地气了。春生元，夏长亨，秋收利，冬藏贞。这不就是大自然的节律，也是我们比如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生活规律吗？正是如此。所以宣圣讲义提炼出这4个字，它背后深层的用意是想告诉我们，做人做事最好也要顺应这种自然的节奏和规律。有道理。顺应天道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逐一拆解这4个字，看看他们在天道层面、做人品德层面以及具体的生活中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智慧和启发？好的，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。先说元。元，天道层面是春天，气之始生，万物萌发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，充满生机，但也比较脆弱。对，那在做人层面，宣圣讲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，他说元从2人，与人同。元和仁爱有关。他把元的字形结构和仁爱的仁联系起来，意思是一个良好开始，元的核心在于仁，也就是你的出发心，你的动机应该是正的、善的，最好是利他的。初心要正。对，打个比方，你现在想做个自媒体账号，你的元，你的初心是为了分享有价值的东西，帮助别人，这就是仁，元是正的。还是只想蹭热点、割韭菜，这就是不仁，元是歪的。这个起点非常关键。交朋友也是。对，是为了互相帮助、共同成长，仁；还是只想利用对方，不仁。这个元不一样，结果肯定也不一样。宣圣讲义还用植物的种子那个果仁来比喻，元者由人出也，如木生于果仁而为芽之初。种子，那个人心就像种子里的生命力，是把事情做好的根本动力和保障。所以我们做任何重要的事情之前，都应该先审视一下自己的元，自己的初心正不正。比如说，我想减肥，如果我的元是为了身体健康，能更好的陪伴家人，这是人心，元正，那可能就比只是为了虚荣攀比，这是私心，元歪，更能坚持下去。非常对。识人也是，看一个人可以看看他的起点，他是怎么起家的，是靠诚信经营一步步做起来的，还是靠投机取巧走歪门邪道，这也能反映出一些本质的东西。不过这里有个关键提醒，光有人心还不够，还需要智。宣圣讲义提到智寓于中，智慧。对，初心要正，但不能是傻白甜式的善良，你需要有智慧去判断方向，识别风险。比如你想帮助人，元是正的，你得有智慧看清楚，这个人是真的需要帮助并且值得帮助的奋进者，还是一个只想不劳而获、利用你善良的懒惰者。就是元中必须包含的智。明白了，仁而却智。好，那接下来是亨，天道层面对应夏天，气之大达，万物茂盛生长。关键是一个通字。对，是通达，亨通。那在做人层面呢？宣圣讲义讲，亨者为嘉惠合一，是仪之上。嘉惠合一，听起来跟和谐礼仪有关。正是，亨的核心要义是和，也就是和谐，而达到和的基础是礼，也就是规矩、尊重、恰当的仪式和行为规范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要在一起协作。
没错，我们生活在群体中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，都需要合作。要想事情办得通达顺利，就需要大家相互尊重，遵守共同的规则，这就是礼，这样才能营造出和谐的氛围。这个太对了。在团队里，如果大家都能各司其职，不推诿扯题，互相尊重，这就是礼，那协作肯定就顺畅，项目推进自然就快。对，家庭生活也是一个道理。夫妻之间、家人之间，如果能多点包容理解，少点指责抱怨，这也是一种礼，关系自然和睦，那日子过起来就顺心得多。而且宣圣讲义还特别强调，这个礼啊，礼之初，出于诚，诚于敬，出于真诚和尊敬。对，它不是表面上装模作样，而是要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对他人的尊重。对长辈是尊重，对平辈是真诚，对晚辈可能就是慈爱。这样的礼才能带来真正的和，从而达到那比如说，一个职场新人刚进入公司，要想工作顺利，首先就要懂得礼，对前辈谦虚请教，多听少说，做事及时反馈，这样就容易赢得大家的尊重和好感，工作自然就好开展了。是这个道理。社交场合也是，遇到观点不同的人，没必要非争个你对我错，可以求同存异，尊重对方发言的权利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。这样不仅避免了冲突，说不定还能互相启发，开阔眼界。对。但这里也要注意一点，不是没有底线的和稀泥或者讨好。宣圣讲义说，以泰和，这个泰和是一种有原则的和谐。有原则的和谐？对，比如说有人让你去做不道德或者违规的事情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为了表面的和而答应，你需要委婉但坚定的拒绝，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这才是真正健康长久的有道理。接下来是利，天道层面对应秋天，气之处敛，万物成熟结果，可以收获了。是的，秋天的一个核心动作就是取舍，收获成熟的果实，同时舍弃掉枯枝败叶。天道保证了一个合理的收获时机和分量。那在做人层面呢？这个利是不是就指利益？不完全是。宣圣讲义说，利者为义利分明，是利之有害。他强调的不是单纯的利益，而是义，道义的义。对，道义，合理性。意思是你取得的利必须是合乎道义的，是正当的，是合适的，不是越多越好。周易是很讲究时和位的，收获也要在恰当的时机取自己该得的那一份。就像秋收，你只能收割自己种的并且已经成熟了的庄稼，你不能去抢别人的，也不能没收就割。明白了，所以生活当中做生意应该赚取的是合理利润，这是义，而不是漫天要价或者卖假货，这就是不义。对，工作当中我们争取的是自己应得的报酬，这是义，而不是想方设法去占小便宜、额外索取，这就是不义。宣圣讲义里好像说，大利必本于义也。是的，这句话非常关键。真正长远的大利，比如良好的声誉、可持续的生意、稳固的合作关系，都必须建立在义的基础上。那些靠不义手段得来的小利，看似占了便宜，但往往会损害你的根基，最终会让你失去更多。这个确实是。所以在具体应用上，比如说我们做投资理财，看到那种号称回报率高的离谱的项目，就要特别警惕，那很可能就是不义的陷阱。选择那些符合市场规律、风险可控的稳健的产品，这才是符合利之道的智慧。做事方面呢？做事要懂得取舍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要把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最重要、最该做的事情上，适当放弃那些不重要或者干扰性的事物，这样才能有好的产出和收获。利，抓重点。另外，宣圣讲义还提醒，利也要考虑无私，说无私使无不利。无私？就是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尤其是在合作中，如果只想着自己多分点，损害了合作的基础，那最终大家都没利。比如合伙做生意，公平的分派利益，这就是一种无私，才能长久的合作共赢。
很有道理。最后我们来看真，天道对应冬天，气之中伏，万物都潜藏起来了，大地一片寂静。对，冬天的核心是潜藏和坚守。表面上看好像一切都停止了，但实际上内在是在积蓄能量，为来年的春天做准备。天道提供了寒冷的环境，帮助万物更好地保存能量和种子，这就是天的真德。那在做人层面，真又指什么呢？宣圣讲义说，真者为动静明辨，是动之有救。这里的真核心是信，就是诚信、坚守。诚信和坚守，特别强调的是在冬天，也就是人在逆境、低谷、困难的时候，还能不能保持诚信，能不能坚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初心。因为人在顺境的时候守规矩比较容易，在困境中诱惑和压力会更大，最容易动摇、放弃，甚至为了短期利益而违背诚信。确实是这样。只有在这个时候还能坚守正道真，才能真正保存自己的实力和信誉，等到春天的到来。这个很有启发。比如说，一个人失业了，生活困难，这是冬天，他可以去打点零工或者学习新技能来度过难关，这是潜藏蓄能，但绝不能因为缺钱就去偷去抢，那是违背诚信，不真。对，再比如一个企业遇到了危机，冬天，他可以采取合法的手段，比如裁员、节约开支来过冬，这是蓄能，但绝不能卷款跑路，欺骗员工和客户，那是违背诚信，不真。宣圣讲义好像还提到至诚。是的，他说唯信为至真，以至诚也。真的最高境界是达到至诚，就是无论顺境逆境都能保持绝对的诚信和诚信，不自欺也不欺人。至诚。在应用上，比如说我们在逆境中，比如考试失败了，项目受挫了，不能就此躺平放弃，而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反思、总结、查漏补缺的机会，潜藏蓄能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真。还有对别人的承诺要努力兑现，答应了帮扶幼搬家，就算临时有困难，也要想办法尽量做到，或者真诚地说明情况，取得谅解。这种守信就是真的表现，它能帮你建立最宝贵的信任。对，但这里同样有个提醒，真不等于固执或者死脑筋。宣圣讲义说，真者正也。正，对，是正道的正，意思是真所要坚守的是那个正确的初心和根本的原则，而不是僵化过时的方法。这个很重要。打个比方，你想成为一个好作家，这个初心要真，要坚守。但是你写出来的东西一直没人看，市场不接受，这时候你不能固守原来的风格和题材，死不改变，这就成了固执，不是真。那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在坚守写出好作品这个正的初心前提下，去学习新的写作技巧，研究读者喜欢什么，调整你的题材和表达方式，这就是方法的灵活。这样你才能更好地实现你最初那个正的目标，这才是真正的真。明白了，坚守正道，但方法要灵活。对，好了，我们逐字理解了元亨利贞，但我感觉宣圣讲义里面更精髓的部分，还在于他点明了元亨和利贞这两组之间的辩证关系。您说的非常对。很多人可能就是顺境的时候，元亨就容易得意忘形，一遇到逆境，利贞就立马垂头丧气，一蹶不振，可能就是没搞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。的确如此，这正是宣圣讲义非常深刻的地方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来，夫人处险易，处隐难，得时则至，失势则昏。处险易，处隐难，意思是人呐，在春风得意、走上坡路的时候，元亨出险，相对容易做得好，也容易显得聪明有智慧，得时则至。但是在身处逆境、走下坡路的时候，力争处隐，就非常困难了，往往会迷失方向，甚至做出错误的判断，失时则昏。因为元亨阶段往往是顺应大势，很多事情做起来相对容易成功。而力争阶段呢，往往是逆势而行，或者是在蛰伏期，困难重重。你付出了努力，可能短期内还看不到回报。这倒是实话。能成功应对顺境的人很多，但能在逆境里扛住，并且还能为未来做准备的人就少很多了。对，所以宣圣讲义才说，大多数人是名誉元亨而昧于力争也。
懂得怎么享受成功、扩大战果，却不知道如何在低谷时自处，如何为下一个元亨积蓄力量。这恰恰是人与人之间拉开差距的关键所在。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少吧？太多了，比如曾国藩，他早期带兵打战，屡战屡败，这就是处隐难、力争阶段，但他没有放弃，而是不断反思、总结、调整策略，最终挺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迎来了后面的转机和成功。这就是懂得力争的智慧后，才迎来了元亨。屡败屡战，能在力争阶段保持清醒、坚韧和智慧，是成大事者非常重要的品质。那具体来说，在顺境元亨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什么呢？最关键的是要保持谦，防止傲。谦虚，防止骄傲。对，因为人在顺境的时候听到的赞美好话会特别多。宣圣讲义也说，元亨之词美而易明。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自我膨胀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容易飘。但是天道的规律是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，盛极必反。骄傲自满往往就是从顶峰开始下滑的转折点，它会让你失去警惕，听不进不同意见，最终可能违背规律，引来衰败。确实见过不少这样的例子，老板创业成功了，就变得目中无人，听不见建议，最后公司垮掉了。学生考了第1名，就骄傲自满，不好好学了，结果下次成绩一落千丈。是的，所以宣圣讲义提醒我们，高不王威，尊不王卑。身居高位时，不要忘记潜在的危险；身份尊贵时，不要忘记保持谦卑。这就是谦的智慧。比如说，取得成功的时候，要懂得把一部分功劳归因于好的时机、团队的帮助或者运气，而不是全部看作是自己一个人的能力。同时呢，要保持持续学习的心态，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。胜不骄。那反过来，在逆境力争的时候，又该怎么办呢？在逆境中，最关键的是要保持韧，防止气。韧性，防止放弃。对，人在逆境的时候遇到的挫折、打击会比较多，听到的质疑、坏消息也比较多。宣圣讲义形容是力争致辞，令而易曲，意思是不太好听，道理也显得曲折难明。这个时候人就特别容易灰心丧气，想要放弃。觉得没希望了。但是天道的规律同样也是否极泰来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如果你在冬天放弃了，那就永远等不到春天的到来了。放弃实际上也是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周期性规律，错失了未来的机会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比如说，创业者在行业寒冬期，别人都退缩了，他坚持下来，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，等到市场回暖时，他就可能成为领跑者。求职者在经济不好、裁员潮的时候，不抱怨，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新技能，提升自己。等到机会出现时，他就能抓住。对，保持韧性。宣圣讲义里说，为君子应时行仓，顺天进退，故无不疑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君子懂得根据时事的变化，决定自己是该积极行动，行，还是该暂时潜藏，藏，能够顺应天道规律来决定进退。这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都能找到最适宜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道。行藏这个词儿用得好。所以具体的做法就是要把逆境看作是一个蓄能期，一个修炼内功的好时机。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学习、反思、调整方向，或者多陪陪家人。同时要保持信心，相信周期，冬天一定会过去。这么说来，元亨和力争就不是好坏对错的对立关系了吗？完全不是，它们是互补的，是构成一个完整周期必不可少的两个阶段。互补。对，这是宣圣讲义里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洞见。它里面有个反问句，特别有力量。天之秋沙冬长，正同其春生夏长。苟无沙藏，将安用其生长乎？意思是，没有秋冬的收敛和储藏，哪有春夏的生发和成长？就是这个意思。秋天的收割力和冬天的储藏针，与春天的生发源和夏天的成长亨是同等重要的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。如果没有秋冬的沙和藏、力争，那春夏的生和长、元亨又有什么意义？又怎么可能持续呢？
它们是相互依存、相互成就的。我明白了，就像农民没有冬天的休息和储备力争，春天就没有力气去播种园。我们个人成长也是，没有经历失败后的反思和学习力争，下一次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。元亨。正是如此，所以不要害怕力争的阶段，也就是逆境和蛰伏期。顺境元亨是发展和收获的时期，而逆境力争则是休整和蓄能的时期。两者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命和事业发展的完整周期。理解了这一点，心态就会平和很多。这个视角确实能让人释然不少。理论我们聊了很多了，那最后落到实处，对您来说，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到底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运用元亨利贞这份古老的智慧呢？宣圣讲义的这些启示，是不是可以总结成几个关键点？我觉得可以，根据宣圣讲义的逻辑，大概可以归纳为4个要点吧：顺时、修德、守正、灵活。顺时、修德、守正、灵活。您展开说说。第一个，顺时就是顺应时机和节奏，核心是顺天应时。顺应天道，顺应时势。对，做事情要尽量符合自然的节律，比如4季轮回，也要符合我们人生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节奏，不要总是拧着来，逆势而为。比如人在少年时期，对应元的阶段，就应该以学习知识、打好基础为主，这是生发的阶段。到了中年时期，对应亨和利的阶段，精力旺盛，就应该努力工作，建功立业，承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，这是成长和收获的阶段。而到了老年时期，对应真的阶段，体力可能不如从前了，就应该更注重养生、休息，同时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传承下去，这是收藏和传承的阶段。不同人生阶段有不同的重点。日常作息也是一个道理，要尽量顺应昼夜节律。白天像元亨就高效工作学习，晚上像利贞就好好休息放松精力。长期熬夜颠倒黑白就是不顺时，肯定对身体不好。对，顺应自然的节奏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修德。对，修德就是不断修养自己的品德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努力去践行元亨利贞背后所蕴含的那4种核心品德：仁、礼、义、信。仁、礼、义、信这4个字听起来好像很高大上，但其实没那么遥远。说白了，就是要努力成为一个靠谱的人。靠谱的人，这个说法很实在。具体怎么做呢？与人为善，多替别人着想一点，这就是仁；待人接物有分寸，懂得尊重他人，这就是礼；做事情有原则，坚守底线，不占不该占的便宜，这就是义；说话算数，言出必行，这就是信。仁、礼、义、信。如果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时时提醒自己往这4个方向去努力，那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更受欢迎，你的人际关系也会更顺畅，做事情自然也会更容易成功。这就是修德带来的福报。内修是很重要。第3点是守正。是的，守正。宣圣讲义里面反复强调真者正也，这个正字可以说是贯穿元亨利贞始终的一条核心主线。正道、正直。对，意思是无论你是在顺境元亨，还是逆境利贞，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，你内心都要守住那个正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守住2个正，一个是初心之正，一个是底线之正。初心之正，底线之正。守出初心，就是不要忘记你最初为什么出发。比如你立志想做个好人，那就不应该因为看到社会上一些不好的现象，或者受到一些挫折，就改变自己的初衷，也跟着学坏。不忘初心。守出底线，就是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，比如违反犯罪的事情、缺德的事情、伤害那些信任你、爱你的人的事情，这些是做人的基本底线，必须守住。比如说，医生他的正就是尽力救治每一个病人，无论贫富贵贱，这就是仁和信的体现。老师他的正就是认真教好每一个学生，无论聪明与否，这就是义和礼的体现。对，守正
短期来看，有时候可能会让你吃亏，或者让你显得有点不合群。但是从长远来看，正能为你赢得最宝贵的财富，那就是信任。有了信任，你的路才会越走越宽，越走越稳。守住根本。那第4点，灵活，这个跟守正会不会矛盾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不矛盾。守正是守住根本原则和方向，而灵活是指在坚持这个正的前提下，具体的方法策略要懂得变通，不能死板。原则坚定，方法灵活。对，宣圣讲义也提到，气数是变的，外部的环境和条件总是在变化中，所以我们的应对方式也要随之调整。但是无论方法怎么变，那个核心的正的原则不能变。能再举个例子吗？比如，你看到朋友有困难，你想帮助他，这是初心之正，仁。你最初想直接给他一笔钱，但他可能因为自尊心或者其他原因不接受，这时候你不能就算了，或者硬塞给他。那怎么办？你可以换一种方式，方法灵活，比如帮他介绍一个工作机会，或者帮他解决一些实际的生活难题。这样既帮助了他，也维护了他的尊严，更好地实现了你最初那个帮助他的正的目标。我明白了。再比如，你想做一个好产品，服务用户，这是初心之正，但你原来的那个旧款式已经不受市场欢迎了，你不能固守着旧款不放，那是固执。对，你应该在坚持做好产品这个正的前提下，去调研市场需求，开发新的样式，运用新的技术，这就是方法灵活，这样才能让你的好产品真正被用户接受，实现你的初心。顺时、修德、守正、灵活，这4点总结的确实很到位。是的，而且这4点其实是相互关联、相辅相成的。顺应时势需要智慧，智；修养品德是根本，仁礼义信；坚守正道是底线，真；灵活变通是方法，与亨通有关。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、动态的实践框架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关于宣圣讲义解读元亨利贞的这番探讨，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希望通过咱们刚才的交流，您能感觉到这4个看似古老而抽象的汉字，其实一点都不高冷。他们是我们的老祖宗通过观察天地自然的运行提炼出来的，非常宝贵也非常实用的生活智慧。的确如此，它提醒我们，生活是有节奏的，做事有规律的。我们要学会观察和顺应这种节奏和规律，顺时，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内在品德修养、修德，并且还要懂得在顺境的时候保持一份清醒和谦逊，元亨时要谦；在逆境的时候保持一份坚韧和希望，力争时要韧。你做事的时候又不失圆融和变通、灵活。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想，可能就意味着这些源自几千年前的古老智慧，对于我们今天应对这个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，不仅没有过时，反而可能具有更加深刻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。是的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它，以及如何把它真正的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和行为方式中去。希望今天咱们聊的这些能给您带来一些启发。愿您也能尝试着用这份元亨利贞的智慧去关照自己的生活，顺天应时，修德守正，灵活通达，把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、更从容。最后，我想给您留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吧。这里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：宣圣讲义反复强调要顺应天道的节奏。但是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，很多时候似乎是和自然的节律，甚至和我们内在的身心节律是脱节的。确实是这样。那么，您能不能想一想，在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，可以通过哪些具体的方式，去更主动、更自觉地观察和顺应那些可能被我们忽略了的潜在周期呢？哪些周期？比如说，不仅仅是季节的变化，也许是您手头某个工作项目的进展阶段，有它的元亨利贞；也许是某段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，
也有它的周期，甚至可能是您个人精力状态的起伏，它是不是也有某种周期性？哦，这个思路很有意思。对您而言，当下您觉得最重要的，或者最需要去关注和应对的那个周期又是什么呢？您打算如何在这个特定的周期里，更好地运用元亨利贞的智慧，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和选择呢？这个问题留给您慢慢思考。